哎，我们来聊个有意思的，就是当你想到观音两个字儿的时候，你脑子里第一个画面是什么？我猜啊，八九不离十，肯定是一位穿着白衣服，手里拿着个瓶子和柳枝，然后面容特别慈悲的女神，是吧？对，这个形象太深入人心了。就是嘛，这个形象几乎就是咱们文化里善和慈悲的代名词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就这个我们这么熟悉的神仙，他最初的形象其实是个男的，一个来自古印度的菩萨。没错，所以今天咱们就根据你给的这些资料，来好好梳理一下观音跨越千年的这个往事，看看一个外来的神是怎么一步一步变身，最后成了亿万中国人心里那个救苦救难的精神寄托的。这趟旅程的起点确实就是佛教里的观世音菩萨。观世音，对，他的梵文名叫 Avalokiteshvara， 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观世音字面意思就是观察世间所有众生苦难的声音，然后前来救度。哦，所以说慈悲这个核心特质是一开始就定下来了的。对，就刻在他的基因里。但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就是这种慈悲，它到了中国这边独特的文化土壤里，是怎么被重新理解、重新塑造，最后完成了一次，可以说非常彻底的本土化转型的。那咱们就从他最早的身份开始说起。资料里提到，观音在印度的初始形象跟我们现在的印象，那简直是判若两人。差别非常大。他是个男性，而且地位很高，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身边最重要的两个助手之一。胁侍菩萨，对，胁侍菩萨和另一位大势至菩萨一起叫西方三圣。而且他的形象更像一个威严的王子或者护法神，有时候还披着铠甲，看起来特别威武。是的，完全不是我们心里那个温柔慈母的形象。当然了，这种巨大的转变，它肯定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东汉的时候，这个信仰跟着佛教传到中国，然后到了魏晋南北朝，就开始出现一些偏女性化的形象了。对，开始有苗头了。这里还有一个我看到资料里觉得特好玩的一个点儿，就是到了唐代，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那个名字里的世字啊，对对对，大家就开始普遍的把观世音简称为观音。这听起来就是个小小的简化，但感觉上一下子就从一个有点拗口的正式称谓，变成了一个特别亲切、随时能挂在嘴边的名字。没错，称呼的改变往往就是心理距离拉近的第一步。你看，从观世音菩萨到观音菩萨，再到后来老百姓口中的观音老母，观音老母，对，你能清晰地看到他是一步一步走下神坛，走进民间的这个轨迹。这让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一场双向选择，不仅是佛教想融入中国，更是咱们中国人根据自己的文化蓝图，主动的去筛选或者说改造了他们最需要、最认同的神明形象。嘿，你这个说法非常精准。这时揭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神奇的形象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更像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市场，对，然后信众就是消费者，哪个形象能更好地解决人们的精神痛点，比如对安全呢，对家庭，对未来的焦虑，哪个形象就会胜出。我明白了。所以观音从威严的男性转变为慈悲的女性，就是一次无比成功的产品迭代。因为在咱们的传统观念里，那种无条件的爱、温柔的倾听和无限的包容，最完美的载体就是母亲这个形象。说到这个需求，最能打动人心的往往不是理论，而是故事。我猜那些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传说，应该就是完成这次本土化的关键推手吧。当然了，任何一个深入人心的形象，背后都必须有强大的故事来支撑。在观音的本土化过程里，那个妙善公主的传说可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对，妙上公主为救父王，不惜剜眼断臂的传说，这个故事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把两个完全不同文化体系里的核心价值观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了一起。怎么说？你看，一方面他违抗父命，坚持修行，这是追求个人信仰的解放；但另一方面，在他父亲病重的时候，他又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去救那个曾经迫害过他的父亲。对，这种极致的牺牲，完美地切合了儒家文化里最重要的那个核心——孝道。没错，一个来自印度的菩萨，通过这么一个故事，瞬间给接上了中国的地气儿。他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来自异域的神，而是一个我们文化中最值得尊敬的孝女。这个故事就是把佛教的慈悲和儒家的孝道给融为一炉了，创造出了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能理解、都能共情的形象。这让我想起咱们文化里很多受人尊敬的人物，好像都有类似的特点。他们不是生来就完美，而是经历过磨难才成就了伟大。是的，所以妙善的故事其实是给了观音一个我们能理解和共情的英雄之旅。他的神性不是凭空来的，是从巨大的人性苦难里升华出来的。说得特别好，正是这种由人成神的路径，让他和普通人之间建立起了非常牢固的情感连接。他经历过我们能想象的最深的痛苦，所以我们才相信他能理解我们的一切苦难。那有了这么一个动人的身世背景之后，接下来他就需要一个凡人可以抵达的地方，一个道场，让这个信仰能够真正的落地。这就说到浙江舟山的普陀山了。没错，传说这就是观音选择的道场。关于它的由来，也有一个不肯去观音院的故事，说是古代有个日本僧人从五台山请到一尊观音像，准备带回日本。船经过舟山群岛的时候，突然海上长满了铁莲花，那船怎么也走不动。僧人马上就领悟了，是观音菩萨不想离开这儿，于是就在当地建庙供奉了。道场这个概念其实非常重要。他给信众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可以抵达的信仰空间。对，这一下子就把观音从一个抽象的神变成了住在南海普陀山的，可以被我们朝拜和祈求的，就好像一个邻家守护神一样。信仰有了具体的地址了，对，人们的祈愿也有了明确的投递方向。而且南海观音这个名号，对于生活在海边的居民来说，意义就更不一样了。你想想，古代渔民出海，那简直就是一场生死赌博，风浪无情。是的，不安全感非常强。在那种极度的不安全感里，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海上守护神。观音和大海的连接，直接就回应了这种最迫切的生存需求。是的，你看，从抽象的慈悲到具体的救苦救难，再到特定场景下的守护神，比如保佑航海安全，你会发现观音的形象越来越具体，功能也越来越明确。就是像一个产品在不断的根据用户反馈推出更精准的功能模块。哈哈，就是这个意思。那最经典的功能模块，或者说它的标准配置，应该就是他手里那两样法器了，杨柳枝和净瓶。对，我们看到的所有观音像手里几乎都拿着这两样东西。净瓶里的水叫甘露，能洗净罪恶，治愈伤痛。然后那个杨柳枝呢，又柔软又坚韧，象征着慈悲的力量，可以克服一切刚强。这两样东西的选择绝对不是偶然的，它们在咱们传统文化里有非常深的根源。你想，杨柳这种植物本身生命力就极其顽强，无心插柳柳成荫，它代表着生生不息的希望。有道理。而水，尤其是甘露，在中国文化里一直都和滋养万物、起死回生联系在一起。所以杨柳和净瓶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关于进化与重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化符号。我明白了。它完美的把观音的核心承诺给视觉化了，就是无论你陷入多大的困境，我都能给你带来希望，让你获得新生。没错，咱们最熟悉的例子可能就是《西游记》啊，人参果树被孙悟空推倒，各路神仙都没办法，对，都束手无策。对，最后还是观音用净瓶里的甘露水洒了几下就救活了。这个情节把杨柳净瓶起死回生的能力可以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是的，这些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又反过来极大的强化和普及了观音的形象跟能力，形成了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那聊到这里，我们发现观音的形象已经变得非常丰富和亲切了。那么这一切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感觉观音信仰其实已经完全融入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很多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都意识不到这是一种宗教行为了。它已经内化成一种文化习惯了。比如说，每年农历有3个重要的观音纪念日：诞辰、成道和出家。我知道。每到这些日子，各地的寺庙都会举行盛大的法会，人山人海，香火鼎盛。这已经成了一种周期性的集体的祈福仪式。在家庭里也是。说到送子观音，我记得小时候我奶奶家里就供着一幅画像，当时也不懂，就觉得那个菩萨抱着个胖娃娃，看起来特别和蔼可亲。现在才明白，那个小小的神像背后承载的是一个家庭对延续后代最朴素也最强烈的渴望。你这个个人经历恰好就点出了观音信仰最核心的特质：亲民性和实用性。亲民和实用。对，它不像有些神明那样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根据信仰的说法，它是能倾听并且回应每一个普通人苦恼的神。无论是求子、求健康、求平安这种人生大事儿，还是出门顺利、考试通过这种生活琐事儿，好像都能跟他聊一聊。他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心灵顾问和愿望满足者。哈哈，对。但这也带来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很多人可能并不信佛，但他们依然会转锦历、转杨超越，甚至转电子观音。是的，这个现象很有趣。这背后是不是也是同一种心理需求在起作用？这是个非常棒的观察。形式变了，但内核没变。这说明人们内心深处对于好运、对于被保佑的渴望是永恒的。观音之所以能穿越千年，正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有求必应的慈悲，精准地回应了人类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那种根本性的脆弱感和求助欲。所以无论是去寺庙烧香，还是在网上转发一幅电子观音的图片，本质上都是在为自己混乱的内心世界寻找一个可以寄托希望的支点，一种秩序感和安全感。而且他的形象也一直在与时俱进，从敦煌壁画里那种庄严的圣像，到《西游记》里有点腹黑的领导，再到《新白娘子成集》里慈祥的长者，甚至现在很多文创产品里还有那种萌系的 Q 版观音。对，他好像总能找到一种方式融入每一个时代的文化语境里。是的，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正源于它的非排他性。观音信仰的核心不是要求你遵守什么严格的教义，而是提供一种情感上的慰藉，所以它的边界非常模糊，可以和各种文化元素结合，更像一个开放的平台。自己想要的东西，有人看到的是母爱，有人看到的是智慧，有人看到的就是纯粹的上扬和希望。这么说来，当人们在信仰观音的时候，他们信仰的可能已经不单单是一个佛教里的神了，而是一种更普世的价值。没错，我认为人们信仰观音，本质上是在信仰善的力量本身。善的力量。他们相信，无论现实多么艰难，人心多么复杂，
总有一种无条件的慈悲在守护着这个世界。这是一种极其深刻的心理慰藉，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兜底。它告诉你，你永远不会被彻底放弃。好了，我们今天的这趟旅程，从一位印度的男性菩萨开始，看着他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怎么转变为一位慈悲的女神。从一个抽象的佛教神起，通过动人的故事、具体的道场和充满象征意义的法器，最终融入千家万户，成了一个强大的、至今仍在演变的文化符号。观音的千年往事真的不只是神话，它更像是一部承载了中国人向善向美这种精神追求的漫长历史。确实如此，观音的整个演变过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文化那种强大的包容、融合、以人为本的特性。任何外来文化想在这里扎根，就不能保持原来的样子。它必须被改造、被重塑，来适应中国人的情感模式和现实需求。所以观音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深刻的道理：真正的神性或许并不在于无边的法力，而在于那颗能够共情众生苦难，并且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慈悲之心。这才是它能跨越时空，被无数人信奉的根本原因。最后也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观音的形象满足了人们在困境中对慈悲与希望的渴求。那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扮演类似角色的会是什么呢？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一种思想，一件艺术作品，甚至是你手机里的某个 APP。当你感到困惑或者需要慰藉时，你会向哪里寻求那份类似观音的无条件的慈悲力量呢？